像金融科技、FinTech。对，我记得10年前这个开过研讨会，来有好几百个人，但是他经过这个10年来的努力，看起来铩羽而归是很多新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了所以。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的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邱局长，那么来到节目现场。我相信在这些年当中呢，侯友宜侯市长他对年轻人的创业就业呢，他非常的重视。那么他也希望年轻人呢，能够在新北市来就业来创业。那么现在呢，年轻人的新创事业呢，现在的发展，我们今天要特别请教邱局长来跟观众朋友来好好聊一聊。局长好。社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局长邱兆梅。好，非常欢迎。我相信你非常年轻以新北市现在侯市长在这么多年像这几年，我对温载俊跟现在的垃圾山的整治啊，我非常的赞叹这个前人没有做的事，侯市长任内其实他都发挥他的智慧啊来完成了那现在看起来，比方说在新庄啦，很多的基地现在慢慢都成型了过去大家讲到这种新创啊，大概都以首都做一个基准那现在新北市，我们就先从这个新创基地谈起。你知道吗？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最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新北市现在在辅导年轻人的对新创事业的开展，目前有哪一些新的做法？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新北市在投入资源给这个青年创业，或者是说新创事业这上面，就是还算是投入的就蛮认真的，很多的资源。光是以这个所谓的青创基地应该说就是 incubator， 也就是这个孵化器来说，新北市其实已经来到8个青年创业基地。那每年呢，直接培育的就有160组的这个青年创业者。所谓的青创基地，它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些包含从0到1的服务。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只是有一个想法，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样开公司，不懂得财务，不懂得会计，不懂得销售，不懂得通路的话，我们在这个创业基地里面，不但有成本比较低的办公室，然后也有创业导师，也有各式各样的课程，甚至是基地里面的导师可能会帮你客制化你的成长计划，让你可以去拜访你可能的潜在投资人，然后可能的通路，可能的合作伙伴，可能的供应商等等的。其实我们还串联了基本上是所有北台湾的大专院校的创新育成中心。那创新育成中心其实就是在大学里面自己可能学生创业啊，或者是校友创业，所以我们串联了基北北桃43所大专院校，提供给他们资源，包含我们的顾问辅导的补助、国际参展，或者是甚至是出国机会，然后就可以让这些青创来去参展，这样子来去跟市场 demo 他们真正的服务跟产品。好，我想那个国际大厂现在，比方说 Google 到了这个板桥了我曾经到矽谷去看 Google 的总部，大概他把台湾的在 Google 总部的团队啊，大概来了10几个人在谈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创业啊，也谈得非常愉快了那我都觉得说，像金融科技、FinTech， 我记得10年前这个开过研讨会，来有好几百个人，但是他经过这个10年来的努力，看起来铩羽而归是很多新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了所以我想在这些年当中，大家也都在经常讲独角兽，比方说像 Apple 到日本去挂牌，然后呢这个 Google 到美国，他没有很成功的那91APP 在台湾上市，现在 Google Look 它也在新贵挂牌。那我想慢慢的有一些公司，它在资本市场开始找到一个站稳脚步的基地。那最难的就是说，从无到有创造获利的机制，我们怎么来看现在这种独角兽的效应在台湾现在的发展的成果？谢谢社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社长这边提到 FinTech， 其实
很有趣的事情是，台湾我们在可能整个亚洲甚至于整个世界来看，台湾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科技人才，因为我们过去的所谓经济奇迹其实就是科技的硬体带动起来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台湾有一整个世代的硬体跟软体的科技人才都在这边。那可是呢，像 FinTech 这件事情就是受限于法规，因为台湾的金管会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度监管的地方，就刚才讲沙盒啊，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像是如果 FinTech 要发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台湾的团队可能会选择落地在新加坡比较开放的地方。但是其实呢，独角兽的定义其实它就是一家公司的估值嘛。那你的估值要达到一个那么高，比方说10亿或者是上市，其实它靠的就是投资人对它的期待，它一定要有一个可能现在市场上没有或是还没有成为主流的点子。那第二个，它当然一定要有规模化的能力，你可能这个点子是要可以至少适用到北美市场，适用到欧洲市场，这样子就是这个模式可能要仿诸四海皆准。因为像刚刚社长提到的 Appier， 它就是一个你只要有科技行业，你大概都会需要数据服务，对不对？大家比较熟悉的独角兽，可能像 Airbnb， 它就是一个订房服务，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今天如果在美国适用的话，台湾跟欧洲、澳洲也都可以用。所以像这样子的点子，可能它不是第一个推出的。可是它既有这个技术跟设计的能力，可以把这个系统做出来，并且让投资人看到说它是有可能去发展到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这个时候它就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独角兽，甚至赚钱不赚钱都还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像 Uber 来讲，它在真正赚钱之前，它就已经是独角兽了，因为市场对它的估值有那么高的期待。所以讲到独角兽的话，说穿了其实是给市场期待跟募资的能力。那这其实是奠基在他们自己的科技的技术力跟那个规模化的可能性。好，我想你在创新的路上一直在这个路上奔走了哈。那我到过 Airbnb 哈，我到他的总部的时候，第一个他在整个办公室的设计啊，就像一个看台一个，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哈，你会被他惊叹。那第二个呢，它非常舒适哈。那第三个，他连宠物也带可以上班了哦。所以我上回一看，我说，哎，地上躺着大概8条狗哈。啊，那个画面就变成说，在新创的路上，其实他们有框架，连办公的设计，它也海阔天空。对，所以我想，如果你从国外这种独角兽的它的特质回来看台湾在创业的环境当中，台湾有哪一些未来可能可以强化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回到刚刚我提到一个台湾目前来讲没有办法被别的国家打败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技术人才。但是台湾的技术人才呢，其实非常非常专精在做自己的产品，这个时候他就会缺乏了他去沟通、去募资、去宣传自己的这个能力。其实谁最需要资金？其实一定就是科技业，因为我们今天发明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自己不是家里有矿山的话，大概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规模化。那这些科技新创在台湾相对来讲又比较难去沟通他们自己的服务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们政府可以来协助的事情。好，创新跟创业的路其实创投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对，没有错。但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在新创的路上通常来讲都很小，创投一定看不上眼，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你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如何把它能够把这个链连接起来？我说实在话，我会觉得站在科技新创业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比较避免去谈独角兽。估值10亿美金，其实那比较像是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投资人都说我要投独角兽的话，其实他的角色比较像是在锦上添花，而不是在雪中送炭。当然，作为政府，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比方说像是新北市政府青年局今年就做了新北新创之星的这个比赛，它的目的就是要连接科技创业者跟创投。首先呢，这个新创业者他只要投件，他只要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那创投就来看，那并且是真正都有资本，真正在第一线去筛选案子的这些投资人，他就会进来看说，我对哪些案子是有兴趣，我觉得哪些案子是有发展的潜力。你知道，一般在所谓的媒合的场合，创投跟这个新创业者中间其实是有利益冲突的，因为假设我今天是创投，我想要投资一个新创的时候，我是希望它的估值
低一点，但是新创他想要拿到更多的钱发展他的事业嘛。但是呢，如果今天在政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平台上面，创投进来，他其实就是一个专业顾问，他跟这个创业者中间其实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的关系。就算我没有要投资你，但是我认为你怎么样做可以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你的产品或服务已经建好了，可是我看到你有一个商业流程上面的缺失，你这样子的话，投资人可能会很难被说服，你可以快速的赚到钱，然后可以让我在创投在可能3年或是2年之内要出场。这样子，我想这个现在就是说，对创投业者来讲怎么找标的，其实它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对。那新北市到目前为止，你青年局经过辅导新创的个案，你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其实案子蛮多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们1年就有160个青创在我们的基地里面发生了。我们还发展社会企业跟这个艺文创业的这一块。以这个科技业来讲，我们最近现在还在新北的这个3重的新北创立方这个青创基地当中呢，就有一个叫做绿果，法律的绿，果是果实的果，创办人是律师出身，然后他其实就是用 AI， 然后语速分析，然后来做法律的服务。简单的讲，假设你今天是一家旅行社，以前你如果出一个团30个人，你每一个人要帮他写一份合约让每个人签，那是很浪费行政成本。但是透过这家公司的服务，它其实就是线上签署，公司只要做一件事情，可能3分钟之内就搞定30个人的合约就好了。那其实呢，他如果今天下一个团他要出去有变动，他只要改动一个东西，他的30份合约又马上就好了。因为创办人本身就是法律背景出身，他自己就是律师，所以他的这个服务其实已经发展的非常专业、非常完整，并且在我们 NVIDIA 就是这个简报上面，如果放大看的话，绿果的这个 logo 就在它的背后。所以像这样子的企业，其实它可以进驻在我们的基地里面，享用我们的办公室，然后享用我们的辅导的资源等等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协助他去参展，比方说他今年呢就去了新加坡的 SG Innovate， 认识国外更多的客户。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可能不是真的说去国外就马上就可以接到案子，他可能是认识投资人，或是他可能会被同类型的服务的人震撼到，就是去学习原来别人是这样做等等的。好，国际上有很多这种孵化器的公司啊，我到加州到矽谷参观过这种 incubate 那种，后来在竹北生医园区啊，它几乎全部都满了。新北市你刚才讲在3重这个我觉得开始有点这个味道，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他没有资金，但是有人有创意，我租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大家要干起来这样的模式，你们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对，其实就是这个模式，创立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它其实是全台湾第一个由公部门成立的孵化器，所以它其实到现在已经11年了。你一进去，它不是那种光鲜亮丽、那种设计的很漂亮的地方，是你一进去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大家埋头苦干的那种精神。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地方，比方说在五股就有一个叫做五股制造基地，它就是专门做制造业的。因为五股以前就是工业区嘛，那在那个里面，他们就有一些免费的机具，木工的机具、CNC、雷射切割机、雷雕机等等的这些机具在里面，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的氛围就是很艺术，它的氛围就不一样。但大家在一起可能就有更多的生产力。那更甚至是我们一样在3重，我们叫3重社创基地，社会创造的基地。社会企业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追逐资本，他们是希望说他的这个公司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可以帮社会做好事，比方说照顾老人家的心理健康啊，然后协助流浪犬啊，解决某一些社会问题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基地它都有不同的主题，科技业就有分硬体、软体，然后智慧城市 ESG 这样子。艺术行业的话，就有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手工艺的行业，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是做一些可能街头艺术、涂鸦啊、街舞等等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青创基地，其实都在做社长讲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提供一个空间，可以跟别人一起讨教，在这里面还有这个创业的导师的辅导，然后带你去建立不同的产业的连接等等的。好，各县市其实都有青年局这个你比方说高雄啊，或是台南啊，他们基本上就是怕北漂了就是说有很多为了创业必须要北上嘛那新北市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比较少，就是说你现在在地服务辅导地方年轻人创业，大概就是新北市青年局现在很重要的宗旨了所以你们现在服务过的大概现在有多少人？然后
大家迎接挑战的心态，你的感觉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重视目标，就是他希望他自己的工作，他投入的事情，不管是说他觉得对社会有益，还是说对自己的人生有加分等等的，他们更重视这个所谓的 purpose， 也就是目标这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族群，我们看到更多的人愿意出来创业。那我们刚刚提的这些，就是青年创业跟这个科技创业，其实也是一部分，但是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可能他今天是想要开咖啡店、开点心店等等的，他想要贡献他的手艺等等的。但是呢，其实在我们做这个青年创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确实北漂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新北非常非常非常大。我认为新北更愿意投入来协助这个青年创业的原因是，其实新北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口要照顾，还有我们也拥有全国最多的工业区跟全国最多的中小企业，所以任何的科技创新，如果你只要是做 B to B 的，很可能你的客户跟你的这个合作厂商都在新北，所以在这个地方理论上是对 B to B 的创业者更加的有吸引力。那台北呢，它其实是更加的资本密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相互的合作，把资源就是桥接起来。比方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做了一个基北北桃大专院校育成中心的联盟，这些学校呢其实就来自不只是新北嘛，它就有基隆，然后台北的学校跟桃园的学校其实都在这上面。不管大家流来流去，其实说穿了都还是在台湾，所以我们的提供资源呢也不会仅限于是新北的同学这样子。我们今天站在这边，大概就坐在这里，大概就2代了哈。就像我这一代高科技的创业者哈，对对对，然后林百里他们就老郭了哈。从小的模具或者是一般的这种 PC 产业，他们攻城略地，不断演化到今天变成一个科技的大厂。我也发现他们到下一代的时候呢，类似黄仁勋的儿子也是一样，他可能开一个餐酒馆啊，然后一个像类似收藏红酒或卖红酒的店哈，或者开餐厅的哈。这个形态看起来是很不太一样哈，所以我想要从局长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现代的年轻人的创业，他心中的中心思想。对，大概是什么？他们真的很关心，其实 Gen Z 就是 Z 世代，在整个全球的经济上面，其实又叫做 Gen P。就像我说的，他们其实非常关心 purpose，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代的创业，越来越多人是投入 NPO， 投入社会企业。其实这在以前啊，在 X 世代跟 Y 世代都是看不到的。我举个例，你会看到艺术方面的创业跟艺术的自由工作者的人数也真的是一直在增加，这也是在以前的 Y 世代看不到的。社长刚刚讲的，就是你开一个餐酒馆或者是面包店，其实这好像是以前的，就是 X 世代或 Y 世代，其实会有一点难理解，为什么你甘愿做那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人群来讲呢，其实他欣赏这个酒的美味，然后农产品跟大自然的风味，其实对他来讲，把这个东西分享出去，就是他人生当中虽然没有办法影响很多人，但是是很扎实，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就算被人家嘲笑说你知道你很小，或者是说你又赚不了多少钱，你能当独角兽吗？什么？但他们不 care， 对，他关心的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被传达出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个世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们以前的世代啊，乍看之下很难理解。对。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来谈谈，就是说现在是 AI 的时代哈，整个社会有全世界大家都在谈 AI，我相信年轻的世代创造商机的人一定很多。这一条大道上，现在你在青年局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新的气候在成型？一定有的，它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绿果科技，它其实就是 AI 的一个应用。那接下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插画家很努力钻研了一辈子，结果现在 AI 生成3秒钟就做好了。比方说我编辑或者是作者，结果现在 AI30秒就生成一篇文章。所以其实这个摧毁了很多以前我们根深蒂固认为应该要花很多时间的事情。新的一代呢，其实他们当然就会开始去运用这些东西，想办法怎么样找到新的盈利的方式。所以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绿果就是一个例子，以前是律师他必须要钻研可能10几年，但是现在来讲他们就可以用一个自动化的方式。那其实代表的也就是说未来的世代它的创新啊，很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创意。
发想出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点子。这个中间的这些，你知道以前要花很多时间去钻研的，比方说怎么写 code， 怎么写程式，怎么写文章，怎么做出美丽的设计，这些事情可能都竞争的障碍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新世代，找到什么是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对市场有意义的事情，跟投资人看得懂的东西，可能会是他们最重要的 edge， 最重要的优势。好，最后啊，你来跟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说明一下，如果他有自己在新北市创业，如何跟青联局来打交道？来连结。好，这是我的工商时间。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是在新北市想要创业的青年呢，我们有从0到1的服务。如果你就是有一个点子，然后你都还不知道怎么开公司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北市青年局的网站上面，他就会问你说我要创业，还是说我要办活动，还是说我要找工作等等的。然后呢，你就选择我要创业，下面就会有一个创业导师的列表，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创业导师的履历。然后你送出申请之后呢，费用基本上是由青年局来补助。那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产品或是有自己的服务的雏形，但是你认为还需要优化，或者是需要找到人帮你做出来的话，很可能你可以来进驻我们的青创基地。一样在我们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8个青创基地的列表跟他们怎么样申请进驻。那你进驻进来之后，我们的导师就会陪着你一步一步把你的企业打造成可以吸引投资人的企业。那接下来呢，在你如果已经有了很靠谱的产品服务，开始赚钱，然后要扩大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媒体资源，不管是媒体的采访，还有我们商业的展览等等的。比方说以商展来讲呢，我们每年就会参加Meet Taipei、Innovex， 然后近邻城市展等等的这些展览呢，都可以很快帮助年轻的创业者找到你可能的商业的潜在的连结，你潜在的客户或者是投资人。还有不要忘记我们每年一度，现在今年开始，但是未来一定是每年一度的这个新北新创之星，我们是连结了所有科技创业者跟创投之间的一个平台。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投件，赢家呢不但可以获得20万的奖金之外，还有这个创投的3个月的陪跑，为你制定你的成长计划。今天我想非常感谢邱局长那在新北市有注意创业的人，要记得去找邱局长。我相信在侯市长的大力推动之下呢，新北市他希望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青年创业基地啊！我相信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慢慢见到了成果。今天非常感谢局长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